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来看一下一个感情的课题。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是谁的心将会为你留下啊？那今天呢，我们想通过连接宇宙的这个能量，其实也是因为七夕之后嘛，那主要是想帮单身的朋友去看一下，就是无论谁在成双成对那么终究会有一个人的心呢会为你而留下。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去找到究竟是谁，他呢会在你的身边驻足，会在你的身边停下来。我们在人海茫茫当中很多的人呢是擦肩而过，但是呢总会有那样子的一个人愿意为我们而回头，愿意为我们而停下匆忙的脚步。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究竟这个人会是谁他是为什么就是说愿意把心留给你。所以我们今天呢是一个感情的疗愈主题，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是谁的心将为你留下吧。好，那么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是一样的我们呢也是有3组不同的塔罗牌在你面前，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好，那第一副牌的朋友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宝石呢是这个蜂蜜方解石。好，然后我们的这个牌卡我们来看一下 Cosmic Slumber。OK， 这个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好，接下来呢就是第2组了。那第2副牌的朋友，这里是紫水晶。紫水晶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副牌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呢？猫猫牌，猫猫塔罗牌。好，然后呢就是第3副牌的朋友啦，你们的能量宝石呢是这个大黄蜂碧玉，大黄蜂碧玉的能量。OK，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Golden Tarot。好，这个是黄金塔罗，对吧？好的。来，我们来看一下OK， 所以呢，这边为了帮助你呢，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究竟是谁的心将为我而留下呢？请宇宙给我指引，请宇宙给我提示，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一下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呢去感受一下，究竟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在当下呢是跟自己最有对应、最有连结的。那因为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嘛，所以有一些朋友如果在连接牌卡内容的时候呢，就是觉得说有2副牌，或者是一组牌，然后另外1颗宝石，同时呢跟自己都非常的有连结，那么我就会建议你呢2组都听听看，因为呢有可能你的能量、你的讯息确实是被分在了2个不同的牌组里面好，那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来看一下究竟是谁的心将为你留下吧。那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
欢迎选得到第1副牌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个蜂蜜方解石 ，OK， 放在这里。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是，究竟谁的心将为你留下啊？我们今天是一个情感疗愈的主题，我们来看一下，特别是针对于单身的朋友，究竟是谁会真正的在内心当中啊，我们说人海茫茫，将为你而驻足，将停在你的面前啊，他不会再离开，不会再走了，他的心里会只有你啊。那我们今天呢，在抽牌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神谕卡。第一副牌的朋友，今天我们的第一个神谕卡呢，就是这个 movement 啊，抽到是这个向前奔跑的一个鸵鸟啊，它有这个风车，然后呢，远方有一个气球，对。那这个 movement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啊，就是28号，那么它的能量呢是10号，也就是我们的数字1，它代表着结束，也代表着新的开始啊，代表着结束，也代表着新的开始。我们从这个鸵鸟的步伐和它的表情里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鸵鸟呢，它是非常的轻盈的在向前走，包括我们的这边的风景线啊，非常的开阔，就如同心打开了，过去结束了啊，过去结束了，新的要展开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鸵鸟的能量里，它的这种态度啊，就是非常的积极，非常的阳光啊。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谁的心将为你留下，我们今天的主题里啊，我觉得你的感情生活即将发生一个变化，即将发生一个离开过去的一种状态，然后呢是积极阳光的，前往一个更加开放的、更加开心的、更加自在的一个情感状态里面去。对，那么整个你在面对自己感情生活的这一篇里啊，我觉得也是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明朗。那么我们在讲世界吸引力法则嘛，我相信在这样子的能量状态里，你一定可以吸引到一个我觉得是更好的、更适合的，也更加同频的恋人。OK，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张牌。我们今天会先把这几张牌看一下，过一过，然后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重点啊，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感觉一下这一组牌的能量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指引牌。第二张指引牌呢，我给大家抽到的是这个 trust 信任。他说的是重大的转型是通过充分的接受才发生的。当你能够接受当下的状态，那么一切就将自然的去发生，自然的去变化，自然的去转换了。那么这张牌信任呢，我觉得有很多的能量在这里啊。这张牌传递过来的信息包括着不去怀疑，不去犹豫，不去担忧，而是相信自己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谁的心将为你留下，也是特别给单身的朋友准备的就是说一定会有一个人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的心将为你留下。我们可能是需要去改变自己的态度，自己的一个相信。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对自己说的话就是不相信，觉得不会有人会为我留下，觉得因为过去的那个人离开了我，所以未来的那个人也一定会离开我，或者是不再信任这个世界终将有那样子的一个美好的缘分在前方等着自己。我们不能这样想，我们要把怀疑、焦虑转换成深度的信任。也许我们可以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这个命，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所谓的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们要相信宇宙的能量和整个世界的我们在讲有一些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伟大的力量，它们是真实存在的。也许当前的科学科技还不能证明，但是我们其实是知道真的是会有奇迹发生，真的是会有这种我们所谓的善人有善报恶人有恶报的能量会出现的。那么我们在面对生活，尤其是面对感情的这一部分，我们就越发的要把信任的能量、自信的能量，或者是相信宇宙的能量提升起来。所以呢，这张牌给我的感应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是看谁的心将为你留下。我感觉到当这个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一定会完成自我转型。这个自我转型是来自于内在的一种转变，一种态度的变化。
刚才我讲过，可能是怀疑，可能是不自信，可能是焦虑，这一切都将变成深度的接受。接受当下，接受这个自己，接受外界，接受一切，就是我们是能够去用平常心看待的，不再去追寻所谓虚无缥缈的完美，而是去接受当下这看起来有点不完美的现在，其实就是生活本身最自然的、最完美的现状啊，就是最完美的一个存在啊。所以你看啊，当你能够接受当前的一个状态的话，一切就会变化。所以这张牌透露了一个信息，依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在你当前的感情生活里，你可能需要去清理，或者是重新的去检查当前的自己会不会有一些对待感情问题的思想啊，就是会让你有所抗拒，不想接受当前，不想接受自己，不想接受别人，或者是不想接受一个现状。那么你要学着去接受一下，也许当你的心态放下，当你的心态能够顺其自然，宇宙说一切都将自然的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么你的感情生活即将迎来我们今天看到第一张牌里的转换这个运行吧 movement， 就是会有进展我觉得是进展。如果当前地府牌的朋友你们一直单身的话，你们也需要去接受一下接受当下，或者是接受一下某个人呐，或者是试着去看一看也许所谓的完美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而当你去放下完美的，或者是有一点挑剔的，或者是有一点太过于 critical 的一种心态就是特别的那种挑剔吧，应该这样讲。所以呢，那你可能就会发现也许有些事情你看待自己，看待别人这个角度都会变化那么你的感情生活马上就会动起来你不要去想我怎么一直是单身，没有人呢，没有人的心会为我留下，你就会发现可能很快就能感觉到这个情感的这个生活就是往前突破，有所进展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塔罗牌吧。我们的第3张牌等会儿再来看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谁的心将为你留下呢？我们来问一下宇宙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圣杯9第一张牌选到第一副牌的朋友，究竟是谁的心将为你留下呢？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抽到的是火炬国王，然后呢是宝剑8。这边呢，我可以感觉得到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这个将为你留下的这个人，他非常的自信他的能量非常的饱满，他非常的自信，非常的阳光，然后呢，非常的热爱生活。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火元素的国王，所以这个人的面前就是一切皆有可能。这是一个相信奇迹、相信未来、相信人定胜天的一个人非常的自信，非常的勇敢。那这个人呢，因为是国王的能量嘛，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人的成熟，这个人的勇气这个人的成熟，这个人的勇气。如果这个人是男性的话呢，其实这个人可能会给你的感觉是那种风风火火、阳光正气风风火火、阳光正气。然后呢，这个人就是虽然是男性嘛，但是他会给你一种很温暖的感觉非常的温暖，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热情非常有热情。他会比较主动的、比较直白的去向你表达，或者是告诉你他的生活的目标他未来的计划呀，这种感觉那如果这个人是女生的话呢，你就会觉得这个女生怎么能那么的积极阳光，就好像她的内在有一股阳光的力量，可以无限的去温暖周边的人非常的温暖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呢，她可能外形非常的时尚，非常的大胆属于那种时尚先锋派，比较的大胆。然后呢，爱美丽，不会去
就是遮住自己的什么优点，而是会放大自己优点，向全世界去展现她的魅力啊。那么这个女生呢，会非常的自信，非常的勇敢，非常的阳光，然后呢，很会说话，很会交际。所以你在跟她相处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天哪，这么优秀的女生真的是太有魅力了啊，太有魅力了。也会是那种焦点型啊，可能这种无论是男生女生吧，都会是焦点人物啊，很多人都会看着他们，会是舞台中心的那个最闪亮的那颗星星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这个人呢，非常有可能是从事一种，我觉得是很有因为这里也到国王了嘛，所以这个人是蛮有可能从事管理工作，高层或者是自己是老板，会比较喜欢自己说了算啊，比较喜欢自己说了算。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我们看一下这个人谁的心将为你留下的对方，有一个能量是圣杯9啦，我们这里那么圣杯9这张牌呢，其实代表着对方其实是在感情方面非常的舍得付出的一个人非常舍得付出，他自己的内心是充满爱的。这个有可能来自于2点，第一个呢，他的原生家庭非常的幸福他的爸爸妈妈感情也非常的要好，所以呢，他知道就是好的家庭，好的父母能够带给他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知道就是说2个就是伴侣嘛，就是要惺惺相惜，要好好的珍惜，相互的包容，所以他会认为一个好的伴侣对这个人生是有非常积极影响的，所以他是一个愿意去为家为感情付出的一个人，内心充满着爱内心充满着爱。这种能量呢，也有可能是来自于他，比方说工作事业给予他的成功，也有可能来自于他的家庭朋友给他的这种充分的爱和包容。OK， 那么他的内心就是充满了爱，所以他也能够去散发给予他的这种爱。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如果你想接收更多的爱，如果你想得到更多的爱，你必须得有这样子大的一个盛装爱的容器。那么这个盛装爱的容器是从何而来？是来自于你能够去爱别人有多少，你才能够去接受别人给你的爱有多少。我们世界的这个能量的这种平衡法则，有进就有出有进就有出，你能够接受多少，你能给出多少，他们相对是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呢，从圣杯9就是感觉到这个人非常的内心是充满阳光充满爱的。今天3张牌非常厉害，全是正位的所以呢，我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有一点一身正气然后是积极阳光OK整个状态就给人感觉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好。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也要自信勇敢。你看 trust， 当你接收到当下的状态一切都会改变。有这么好的一个人，他的心将为你而留下，你还在担心什么呢？也许当前你的生活状态里，你在抗拒着一些东西，比方说抗拒改变，比方说抗拒接受，比方说抗拒某人的一种想法，或者是你在抗拒着你命运给你的挑战。那么事实上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他非常的愿意去跟你连接在一起非常非常愿意。所以你看，我们这里的能量是 movement。也许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没有动，感情生活没有动，你们停在了某个地方，或者是你们被阻碍在了某一个地方。你们要相信就是说只有动起来，向前看，积极勇敢的去接收未来我们今天有很强烈的动感那么你才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人。 OK， 你才会遇到这个人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一个能量，就是这个宝剑8。宝剑8的能量呢，其实我看到的是这个会为你留下，就是他的心为你留下的这个人吧，他心思有点重。 OK， 他的心思重呢，来自于我觉得是国王的能量没有任何一个国王是那种天真单纯吧。所有的国王他既然能够经历种种，他能够走上那一把交椅都代表着他的承担代表着他的责任，代表着他的经历，代表着这个人的所谓的聪明或者是智慧吧，都有可能那宝剑8这张牌呢，我觉得这个人他经历很多经历很多，所以他的想法很多。
有的时候呢，这个人可能会思想上比较的缠绕，或者是想法太多，想得太周全，反而会困住了自己。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他的积极的一面，可以看到他的阳光的一面，但是我们也可以在宝剑八这里看到他的一个相对阳光面稍稍有一点阴暗的一边。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两边，我们的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恶，没有绝对的不好所以都是同一个能量的两极。我们看到宝剑八，我们看到他的理智，非常的理智，非常的会想问题，也能够思考通过他的这个我觉得是学识，他的经历，思考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相对的，我们也能够看到，可能在面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这个人会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他会用他的逻辑去帮助他。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在处理感情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人可能也会把自己困住有可能会把自己困住，想太多 OK， 害怕这个失败，对吧？害怕这个结果或者是这个过程未来跟自己想象不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子一面的他，宝剑八。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3张这个指引牌这张牌讲的是什么呢？完全的去接受又是一个接受。所以我今天其实抽牌的时候感觉到有很多能量是3副牌里有能量是相互交叉的，我们这里是接受嘛，我们这张牌也有。虽然这张牌的主能量是信任，但是这张牌它说的是转型是通过接受完成的。那我们的第3张牌又是一个接受 acceptance 我们可以看这个是什么样子的接受，就是这个女生她头上有这种刺，就是我们所谓的那种植物的刺，对吧？然后呢，这边有美丽的花，有珍珠，但是她都没有看，她既没有看刺，也没有看玫瑰，也没有看珍珠，而是她眼睛在非常平静的只是去睁开眼睛。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人的状态是宁静的是那种好像觉得很淡然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接收一切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把刺形容成挑战，那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挑战他都不放在眼里都觉得很正常每个人每天可能都会有一些挑战。玫瑰花代表着热烈或者是爱情 OK， 或者是代表着那种激情 OK， 那么他也不把这个东西放在眼里。那珍珠呢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情感可能是我们在讲生命可能会遇到的情缘呢，他也没有把它放在眼里，他只是用手抓着而已。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什么叫完全的接受呢？什么叫完全的去能够去活在当下呢？就是感觉到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一定比什么东西好，没有什么东西一定比什么东西不好，完全是活在当下的一种临界存在的一种状态。就是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原因，都有它的理由。所以无论今天看到的是刺，是玫瑰还是珍珠，它都有它的道理，而一切的发生都是最完美的，最正确的宇宙为你打开的方式所以说这张牌给我的能量感觉就是说，无论我们过去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是热烈的玫瑰花激情，还是说带刺的情感，让我们觉得很纠缠很内耗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是铸造成了今天的自我。每一个人的人生走过来的印记都各不相同，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所学到的内容也各不相同，但是无论我们学什么样子的内容，最后我们都来到了今天的这个自己。那么今天的自己其实就是最好的状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宇宙非常希望你能够去理解一个道理在感情里的一个道理，就是说无论你是从何而来，你的过去无论你未来的期待是什么，你都要知道当前你自己的状态都是最好的。有些朋友可能会有很大的梦想，会有很高的要求，有些朋友可能会梦想小一点，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可是无论是大还是小，其实对于当下的自己来讲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过去的一个点来到当下，再从当下走向未来，我们要充分的去接受。
充分的去相信，充分的呢去积极勇敢的面对，那么宇宙呢一定会为你以最好的方式打开你的情缘，或者是我们在讲让这个人跟你相遇，谁的心将为你留下呢？我们继续来看。好，第一张牌 Hierophant 这个是大主教。第二张牌金币一。然后呢，我们看到是夜晚的一个转，就是逆位夜晚牌的一个逆位。OK， 我觉得这个能量在告诉我，第一个我们看到前2张牌，这2个能量呢，就是在告诉我，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将为你留下他的心的这个人他对你非常的我觉得是一种很传统的爱情的感觉，非常传统。我们这边有很强烈的土元素就是那种真正的去对你好。什么叫真正的对你好呢？就是照顾你的吃穿照顾你的衣食住行给你安全感给你承诺给你戒指或者是给你那种我们在讲答应你的这种追求啦，对不对？就是非常非常的实在的爱非常实在的一份爱。那么他可能会陪着你陪着你去加班陪着你去上课陪着你去看电影陪着你去看风景就是很实在，非常的实在。这个人呢是一个比较注重大家的三观契合的感觉，就是说他不追寻那种很不一样，然后呢很激烈或者是很刺激的感情。相对应的，我觉得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温柔，然后呢很实在非常实在的一个人。所以他在追寻这个，我觉得是他的人生伴侣吧，也是非常实在。那我刚才为什么要用人生伴侣呢？因为这个人对感情非常的认真非常的认真，他会追求他的人生伴侣为宗旨来恋爱来跟你去相处。这个人会比较的像你的老师，或者是说他比较像一个你的领导可能有些朋友说天哪，千万不要来领导我但是他会给你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这边有国王的能量，然后有 Hierophant 我都觉得这个人他有一点那种像大家长，或者是像你领导想去指引你，或者是希望你变得更好。在第一副牌的朋友这边我觉得你们今天看的这个人，谁的心将为你留下，这个人是有可能比你成熟一些的，或者是说这个人有可能年龄比你大一点那么他希望能够在你们2个人的生活当中成为那一个担当责任的人吧可能是一家之主，有可能是家里的这个决策者或者是说他希望能够去在2个人的未来里面，就是自己能够有话语权。我不觉得这个人是属于那种就是被你引导，我觉得这个人的主导力很强他的主导力很强，他会有这种主动的能量，他会有那种示爱的能量，他会有那种送东西仪式感的能量，非常非常的明显。而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要做的就是去接受我会觉得这边有非常强的，就是说我看到宇宙给你的指引的能量部分呢，也是去接受，去勇敢的去接受一些东西，去勇敢的去接受这个状况。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每个人对于感情的表达都会有自己的期待，可是有的时候呢2个人之间这种默契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培养。而且呢，我们有的时候在讲以别人喜欢的方式去给予，可是我们也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要尊重别人，因为我们都是这样改变别人很难，改变自己也很难。那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就知道也许对方跟我们一模一样，改变别人就变成你了，很难；改变自己就是改变他，也很难。那既然这样，大家能不能折中呢？能不能够
我们一边去坚持自己的，但是我们一边又能够去接受和理解的方式，让对方的表达被我们所理解。我们这边是一个完美的接受。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也许这种人未必是你最爱的，未必是你最喜欢的，未必是你理想的，但是呢，我可以看到的是，如果你愿意去接受一些对方的好意，哪怕这个好意不是你最喜欢的，或者是你最期待的，但是你只要知道，也许对方的这种表达就是在表达爱，毕竟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都不同，对吧？那么如果你一定要对方成为你希望的方式的话，可能我们就是在不接受。那我们需要的是信任，就是说你先以他能够就是给予的方式，然后呢你愿意接受，慢慢的，也许他就会越来越看到你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他就会慢慢的为你去做改变。毕竟如果我们去强制的改变别人很难，可是呢，如果当我们愿意接受对方的时候，大家想一想当你完全被某一个人接受的时候，你是不是更加愿意为那个人而改变呢？同样的道理，当你去完全的愿意去接受你们两个人的一种方式，或者是这个状况带给你的东西的话，那么也许对方就会看到，他就会愿意因为你，所以他来改变，他希望能够改变成你最喜欢的样子，或者是你最喜欢，就是无限接近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有那样子的一个契机，有那样子一个机缘，然后我们要培养，然后我们要不放弃，对不对？我们要能够去把握住。那第二张牌呢是土元素意义这张牌跟接收好像就是有一个人也许是接到一个金币，也有可能是有一个人丢出去一个金币，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一切都是一个刚刚开始，一切都是一个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就如同一个种子，如果我们接收，就是把这个种子放在土里，如果我们不接受，就是把这个种子扔到垃圾桶里，那么这个种子就永远不可能有机会，就如同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这边呢，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什么？宇宙当前给出的一个提示信息是说，你往前走第一个能量，你往前走，当然是感情里的你往前走，你往前看，你会遇到一个对你好，向你示爱的人。这个人非常的传统他可能会有一点像是指引你，有点像你的老师，像你的领导的感觉。也许这种给予的方式不是你最理想最喜欢的，但是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那么你们的关系就会有无限的可能，就像一个种子放在那个土壤里，你们是很有可能变成相互陪伴，然后呢非常有安全感，非常稳定的一个关系。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六张塔罗牌，这是一个暗夜的逆位。暗夜的逆位呢是在至暗时刻的一个转机这张牌的正位是一个夜晚夜晚的能量呢是两个人一个人在水里，一个人在树上，一个人呢在往下看，一个人呢在往上看，一个人呢在看着过去，另外一个人呢在看着将来，完全没有交集，完全没有可能，对吧？这个夜晚非常的凄凉那么夜晚的逆位我觉得是一个可能夜晚的逆位就如同那个晚上最黑最暗最冷的那个凌晨3、4点钟，马上就要转了，转到5点钟的时候太阳就出来了，虽然还没有到达白天，但是呢这个是至暗时刻的一个转机。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今天我们看到是谁的心将为你留下，这个人跟你之间是至暗时刻的转机，你需要去让自己接收，你需要去让自己接受，你需要去让自己学着往前走，往前看，去信任。那么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缘分，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未来，都有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什么叫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是我们今天看它是一个种子，明天看它是一棵参天大树，这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张牌，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你的指引我们来看一下，那你应该
怎么办？应该怎么行动？或者是说最后宇宙给你什么样子的一个提点信息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副牌的朋友啊，看一下你们的未来，来看一下。金币8，宇宙给你的具体的提点是这份关系要用心经营。这份关系必须要用心经营，必须要细细的体会啊！我看到这里啊，我其实觉得有2个能量啊，要给大家说。第一个呢是这个人呢，他有可能跟大家是有过一面之缘的。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人跟你之间有可能会有擦肩而过啊，一面之缘呐，或者是过去的那个人呐，有可能是一个救人的能量啊。也有一部分的朋友呢，这个是你往前走往前看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我刚才讲过形容的这样子的一个他，不排除救人的能量。第一组牌的朋友不排除你认识的或者是过去的那个人，不排除这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是过去的这个人的话，你们需要和解，你们需要去接收一些不能改变的过去和当下，你们就能够拥有不一样的未来和明天这个是第一个提点讯息。第二个提点讯息呢是这份关系要好好的经营，如果这个人是未来出现的话，也同样的需要好好经营。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去做一些，我觉得是这个改变其实是不变，但是呢你得去怎么去形容它。也许你们在主动的改变，但事实上宇宙希望你能够去以不变之万变，就是你接收这个所谓的现状，不去变化就是最好的改变大家能不能绕过来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宇宙当下给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提点就是不要去限制自己，不要去怎么讲，不要去让自己就是去强行的推动或者是强行的变化。如果能够更加的顺应一些情况的话可能会更好我们是说，如果当我们能接受当前的状况，就一切发生变化。那么如果我们抗拒的话，可能就会错过一些机缘这个是我感觉到很强的一种力量。第二个呢，宇宙给的这个提点给当下的第一副牌的朋友，就是这个人会以非常浪漫的方式走入你的心，或者是走入你们的关系。那么对方是一个很浪漫的人我们看到是圣杯王子，而且我觉得这个人离你距离很近，他即将出现。有些朋友呢，我觉得是这个人你认得，但是你们需要第2次的机缘。有些朋友呢，这个人你不认识，但是这个人离你很近，你需要去接收你当前的状况，你需要去往前走，你的感情才会有所推进，有所改变。不要让自己停在当下这个可能更多是针对有些朋友可能不再信任，或者是被过去伤害，你们不能停在过去。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向前走。我可以感觉到2个人就是以这种交叉的方式在默默的就是靠近你，离他很近，第一副牌的朋友，而对方会以比较强势的我觉得是很高调的方式去表达他对你的情感。那么这个人的星座能量我们今天有出现的就是金牛座第1组牌的朋友今天有出现的是金牛座，对，金牛星座这个人当然他有可能是其他星座但是我们今天出现的能量里就是金牛座，好不好？所以呢这里就是第1副牌的朋友，我们所看到究竟是谁的心将为你留下的信息。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对大家感情生活有所帮助，有所指引。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紫色水晶，好，放在这里。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这个能量呢是说感情里究竟是谁的心将为你留下呢？今天是给单身的朋友制定的一个特别的疗愈情感占卜我们要来看一下，尽管现在呢是单身，那未来呢究竟是谁的心将为我们留下？来自宇宙给你当下的指引和特别的祝福是有哪些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指引牌卡，这个是我提前都抽好的啊，我们把这个放一下这边。OK， 我们来看第一张牌。第二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为你们抽到的指引牌呢是 Spark， 这个能量呢就是火花啊，是火花。大家可以感觉到吗？在火花的那种一瞬间，就像那个火柴擦出的一瞬间，其实那种亮度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这个变化啊也是非常明显的，就好比在你的生活里，这一束光啊，是来自于你的爱人，或者是因为你跟你的爱人有这样子的一段美好的情感连结，那么你们两个人将创造出 OK， 共同创造出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也觉得在这个人加入你生活，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的生活会有很好的变化啊。随着这个感情，也许你的能量会提升很多，也许你会开始更多的热爱自己，热爱生活，热爱你的周围。我们在讲世界吸引力法则啊，有点像是能量在走往上的一个螺旋啊 ，vortex， 就是不断的去往上去旋，那么你的能量、你的磁场也会变得越来越好。在我们的这个能量里有很强的艺术气息啊，有很强的艺术气息，所以我会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感情啊，就是我们今天去看的这个谁的心将为你留下，也许你会在艺术的领域，比方说舞蹈、绘画、音乐啊、文艺，食物、美食，或者是比方手雕啊，什么彩绘呀，就有很多跟艺术创造相关的，我觉得是会在这些方面会有很大的一种提升。让我想到的就是有些艺术家嘛，可能他在有情感连接的时候啊，有爱情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艺术的想法啊。我觉得这个人他会激发很多你的潜力，第二副牌的朋友，所以我感觉到了那种命中注定，我感觉到了你们两个人就是连接的那种紧密程度啊，非常的深厚。也许这个人会在艺术的领域里跟你相互的去一起去了解，一起去讨论，或者是他能够激发你对艺术的天分的一种激活，或者是对你艺术天分的进一步的一种提升都有可能我们这边是一个 spark， 两个人在一起像美好的音乐的这个旋律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孩子手在拉这个小提琴，事实上真正的手是来自于宇宙的大手，这个光所以我感觉到是有宇宙的这种莫名的指引把你们两个人，把你变得更好有这种感觉你看从宇宙的光爱心然后通过音乐音符，然后有更多的爱给了周围，转换成了美丽的蝴蝶，最后变成灵气洒在这个大地之上，非常非常的好。你们的连接将会，我觉得是对你们的周围，对你们全部生活都会有很好很好的提升。这个是我们的火花第一个。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这张牌是我抽到第二张指引牌。那这张指引牌呢，讲的是这个 sexual union， 它其实能量呢就是两性的一个重聚。什么叫两性的重聚呢？我们在讲一个是阴性，一个是阳性，对吧？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男性。那同性的朋友呢，你们自己去转换一下这个阴阳的能量也就是说，两个人呢一阴一阳，将会是这段感情的一个，就像能量是对指同一个目标，但是却是两极，那两个人呢就会在这个地方重聚了。你们两个人呢，其实最终都是永恒的这一个灵魂，你们呢要去 OK，欣赏彼此欣赏彼此你们是永恒的灵魂，因为这样子呢，你们就会找到来自宇宙特别的祝福。你看，我们这里看到什么 ？True bless。这个是真正的祝福，是宇宙的。我们看到这个火花里面有来自宇宙的这个大手，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相互的欣赏彼此，因为我们两个人，就是你跟他都是这个美丽的永恒的灵魂。我感觉到第二副牌的朋友，这里有灵魂伴侣的能量，有双生火焰的感觉有灵魂伴侣双生火焰的感觉。那宇宙是说，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呢，会
看到是当你们两个人相遇，当你们两个人去相互彼此的欣赏，可能是欣赏彼此的这种能力啊，欣赏彼此的艺术天分呐，欣赏彼此的眼光啊，就是要相互彼此欣赏，相互欣赏，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你们两个人虽然不同，因为一旦到了这个 sexual 的能量里面，其实它会有阴阳的能量，这种拉扯，有这种吸引，就像那个吸铁石啊，南北两极，就是一碰到一起就啪吸到一起去那种感觉啊，但一定是两极能量，那你们就会感觉到相互欣赏，欣赏彼此的不同，欣赏彼此不同的见解，欣赏彼此不同的眼光啊，能够理解，能够包容，能够相互的尊重跟欣赏，你们就能够让这段关系啊去得到来自宇宙真正的祝福。也就是说，当你们两个人能够真正的欣赏彼此，宇宙的礼物是给到你们各自彼此。当我们去欣赏别人的时候，我们却能够从宇宙那里得到给自己的礼物，你看是不是特别的奇妙呢？所以说啊，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去遇见啦啊！我觉得要遇见，就是这个人，我们今天看谁的心将为你留下，他之所以把心留给你，是因为他欣赏你，是因为他在你这里得到了来自你的绝对的特别的欣赏，那你们两个人连接在一起，将会共同的接受到宇宙的祝福，这是一段被祝福的家园啊！第二副牌的朋友，灵魂伴侣，双生火焰啊，在这个地方。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抽牌，我们来具体看这个人啊是谁的心将为你留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的具体信息。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呢是宝剑侍者的逆位。好。第二张牌是金币五。第三张牌是星星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是谁的心将为你留下？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宝剑侍者啊，今天是一个逆位的嘛。我觉得这张牌在告诉我，首先呢，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不要去排斥年轻的人，我好想这样说哟。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人的能量中，我连接到了年轻的灵魂啊，我不是说年轻的年龄啊，我是说年轻的灵魂。我感觉到了一股年轻的气息，一股敢于失败、敢于试错、敢于让自己跌倒的这样子的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一个人啊，他是会为你留下他的心。那么我们在讲刚才指引牌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强的艺术的气息，对不对？我们看到了很强的艺术，我们看到了创造。那么在艺术跟创造的领域里一个年轻的灵魂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够过于的老成，不能够过于的守旧，不能够过于的一成不变。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艺术就没有那种创造性，就我们在讲就死掉了，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他的心非常的可以用叛逆2个字来形容了非常喜欢变化，喜欢尝试，喜欢去冒险，有一颗好奇的心，有一颗年轻的灵魂这个是宝剑侍者的一个逆位。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这个人，你看土元素5土元素，然后我这边看到很多星星，这张牌里有星星，这个里面也有星星。那这个人他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他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而且我还连接到了一个，这个人不是一个世俗的人。什么叫不是一个世俗的人？给大家举个例子从这2张牌里面我连接到，就是说这个人他对金钱的感觉比较的低。进一步的讲呢，我看到就是说他很愿意去跟别人分享他的物质非常愿意。而且呢，他的物质未必是那种我们在讲
可能这个人很有钱了，他才会愿意跟别人分享。可是你们这个会为你的心留下的这个他呢，是就算他的金钱不是很多，他也愿意去跟别人分享。就算他的物质，比方说他的这个今天的吃的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的丰盛，但是他如果看到别人来，他也愿意跟别人分享。又或者是说他有什么艺术的想法或者是一个点子，他也愿意跟别人分享，他不会吝啬，他是一个很有那种分享之心的人，他的心很大，说白了有一颗很大的心，他觉得跟别人交流跟别人分享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很多事情不在于这个食物的多少，不在于东西的多少多少贵什么好坏这些东西没有绝对的，艺术里面没有绝对的什么便宜贵，它就是艺术，就是一种眼光，就是一种欣赏。那么这种带有艺术眼光的气息，它不仅是在感情里，它也把它运用到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的为人处事、他的待人接物这是一个有点超俗的感觉，超俗的一个灵魂，对不对我们看到这里土元素，所以说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就是说你会被他充分的接纳，他非常愿意接纳你，他非常的愿意去跟你分享他的生活，他非常的愿意去跟你共同的一起不在乎什么物质的多少，就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们可以去创造无限的物质，而不是说先有物质才能够去谈一场恋爱，他不是这种想法。虽然说其实我会觉得现在我看很多就是大家的一些观点，其实我现在感觉到就是说大家说的都有道理。有的人说是先有面包再有爱情，我觉得有道理，但有些朋友也会是那种我们先要有了爱情先有爱我们才可以去，或者是我们就可以去创造无限可能。我觉得这个理念也对我觉得这两个都对，其实这两个没有任何的问题，两个理论都对。而我们的世界呢，就是要有更多的包容心，这个包容心在于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你对我也对而是你对我也对，而是你的那个想法可行，我的这个想法也可以。我们在讲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感情里连接的方式，创造爱的方式，创造丰盛的方式也是千千万万种，我们不要被任何的一种所限制住，我们要去看的是自己喜欢什么方法，我们要看的是自己有什么机缘，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能够更适合我们的方法，去找到自己的那把钥匙，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金币五那么第三个能量呢是星星牌，这张牌是一个大牌这是一个大牌。这张牌呢让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平静的能量非常的平静，对很多事情我觉得是一种很平静的、很积极的、很乐观的心态。看到这个猫猫我觉得它给我的感觉是这有水嘛也有这个吸管，它可以去喝，然后呢它也可以去拿这个杯子给我的感觉就是比方说装水，对不对？那么我们从这个眼光去看，这个杯子究竟是有水还是没有水的呢不知道有一个吸管在这里，也许有水吧，或者是这个杯子本来就是空的，但是也许当他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他的内心就知道一定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装到水，他可以喝到水，这是一种态度，对吧？我们在讲星星讲的是什么？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能够去把自己的外壳、假装、面具都卸下来，我们能够去真实的、勇敢的面对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这张星星牌让我也看到了这个猫猫的内心，我觉得它渴望水，非常真实的一种状态，就是我想要水。水代表着滋润，代表着情感代表着柔软，代表着包容。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这一位，就是我们今天要连接，究竟是谁的心将为你留下？这个人给我的能量的感觉是非常平静的，非常大度的，非常愿意跟别人分享，与人为善的。但是呢，在他的心里有一个渴望得到回应的心，非常的渴望回应。所以说他可能对别人都很好，可是呢他要的那一份回应也许是很特别的，可能只有你能够给到他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什么？第一个我觉得他是渴望着感情的回应。第二个呢，我看到这个人他渴望在艺术方面，在某个
我觉得是一个领域啊，一个造诣方面啊，就是渴望跟别人分享，渴望被别人看见，渴望被别人读懂。那么你会是他生命当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你们两个人不一定是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却能够看到，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彼此欣赏，彼此鼓励啊，彼此在一起，就是我们在讲1+1大于2，就有了彼此以后，两个人就真的是鼓励彼此做那个最好版本的自己啊，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是灵魂伴侣双生火焰的能量啊，就是精神的高度契合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人啊，这个人有水瓶座的能量啊，有水瓶座的能量。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3张牌啊，这个也是我提前抽到的一张指引牌。那么这张牌呢是 Orenda， 它的能量是22号啊，2个2，然后呢它的这个能量讲的是啊，去欣赏啊，就是自己的一个，或者是欣赏你的神奇的有创造的一个能量的本源啊，欣赏这个能量的本源啊。好，这张牌呢其实它是说啊，有几个能量大家可以感觉一下。首先呢，这张牌它有很强的牺牲 sacrifice， 就是这个红色的血，这个其实是一个女祭司啊，她在做一个这个仪式。那么这个仪式呢是她的一个，比方说她要去显化一个东西，去创造一个东西，她想有一个创意的表达，对吧？那么她就需要去做出牺牲，那么这个牺牲是来自于她的这个血液啊。那么我们看到是这个女祭司她在做一个仪式，这个其实它是那个什么伊甸园 Eden Garden 啊，这样子的一个背景，这个是一个女神，那么她在通过做这样子的一个牺牲，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来完成自己神圣的创造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女神呢，她也有就是那种寓意嘛，就是代表着什么？这个创造是什么呢？就是女性的一个 cycle啊。我们之前其实我讲过，女性的一个 cycle 就是这个周期是什么？从少女变成母亲，然后呢，从母亲变成老奶奶、老婆婆啊，这个是女神非常神奇的一个周期。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周期里，其实女神完成的是她灵魂的3个不同阶段的成长以及经历。那么我们可以从这张牌里面可以感到啊，就是如果你是女生的话，那么这一段感情你将经历的是从女生变成母亲啊，从女生变成母亲。那么这个人跟你之间，我们看到 sexual union， 所以两个人是有可能去，比方说结婚生孩子这样子的啊，有了小孩就变成母亲。那也有朋友就是说，因为这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年龄不同嘛，如果你现在已经是结婚有孩子，或者是已经是中年人的话，那么你们的这一个连接就是从中年人的成熟走入稳定的老年期，对吧？也就是它的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感觉到，就是不是说老年期就不好啊，就是说它是一个时间，它是一个周期。那么人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学习、不同的感悟，也会有不同的经历和成长。不是说老奶奶这个阶段就不好，可能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有一点，我也觉得有一点，就是年轻好像总是好过于老。但是呢，其实老只是另外一个阶段，它并不一定就不好，对吗？我们在看灵性的能量的时候，我们也要去解读啊，能够把能量去平等的去解读，我觉得也很重要。所以大家就感觉一下啊，OK。所以呢，这张牌啊，就是在讲你们的这一次连结，这个人他为你留下他的心，他也会留下他的人，对吧？两个人会一起啊去生活到一起，陪你到老啊。我们今天应该是要么就是从少女变成母亲，要么就是陪你到老，对吧？所以如果你是男生的话，那么有可能你会遇到自己的妻子，你们会有自己的孩子，你们会组建自己的家庭，也有可能这个人他就是来陪你到老的人啊，陪你到老的人。我们看这个远方是什么？全月，对吧？啊，月亮的能量啊，它可以窥探过去，它可以去预见未来，对吧？这个有非常强的那种神力啊，我们可以感觉到啊，神力。所以今天的这个能量呢，我们可以感觉到啊，无论是从周期的女士、少女到母亲，还是从母亲到老啊，那么这里有什么？有智慧。所以这个蛇
出现在这里，就是一个智慧的一个承接者。所以第二组牌的朋友，通过这样子的连接啊，你们将成长，你们将在感情里变得成熟，你们也将经历自己不同的阶段。我们今天虽然是讲女性的周期，男性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比方从小男生变成这个父亲，对吧？从父亲变成老爷爷，那就是从年轻到成熟，从成熟慢慢的我们在讲慢慢的变老，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一段关系是非常值得人珍惜的，这是一段很重要的缘分第二组牌的朋友，这个人的心将为你留下，你们两个人只要遇见，就再也不分离了。OK， 这个是22号牌。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又看到一个牌 Page of Cups。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是谁的心将为你留下？好 ，Queen of Cups。宝剑4。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来连接的这个人呢，是谁的心将为你留下呢？我们有圣杯侍者，我们有圣杯皇后然后呢，我们有宝剑4。在情感当中我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个人他是一个年轻的灵魂嘛，所以呢，圣杯侍者的逆位就是那种淘气的，在情感当中是蛮容易给你惊喜的一个人那么我们这边又是圣杯侍者，又是圣杯皇后，我感觉到就是这个人他在跟你相识、结缘、陪伴的过程当中，他的成长是飞跃性的。我们刚才看到了这张牌，就是这个 Randa， 我们看到是什么 Cycles， 对吧？我们以女性的这个周期来作为一个能量的一个讲解男性是一样的。我看到的是在这样子的一段感情的连接里，对方成长得很快，而且他的成长是他的内在，他的内心。可能在刚刚跟你接触的时候还是一个小男孩小女孩那么在你们两个人去成家立业组建家庭的过程当中，他逐渐成为了母亲，逐渐成为了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这种感觉。所以你看，圣杯侍者、圣杯皇后，能量是在跳跃性的在增强，在变得更加的稳定，而且这种稳定是来自于他情绪的稳定。当你有了家庭，当你真的有了孩子以后，你的情绪上会稳定很多，你会在自己的情绪当中给自己更多的一种沉淀，因为你知道的是责任你知道的是有的时候不能够随便的发脾气不能发火，更多的时候呢是通过小一辈 OK， 只有你养了孩子，有了孩子，你才会知道当父亲当母亲有多么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在讲人跟人之间有没有可能是绝对的理解，其实不存在，没有人能绝对的理解另外一个人的感受，因为经历不同但是我们一代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也是通过我们开始是自己做孩子，慢慢的是我们成为别人的父母，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再比方说继续的沉淀，继续的成长。那么这个阶段性的改变，身份的改变，责任的不同，也会让我们在精神上，在灵魂上不断的去成长，不断的去晋级，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两张牌里面，我读到的是对方是一个对你用情很深的人。也许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感情还是一个比较稚嫩的，比较天真无邪的比较单纯的。那么慢慢的，在你们的这种 OK 相遇相处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人的责任心，这个人的包容心，这个人的同理心会逐渐的越来越强。那么在这样子能量之中呢，你也会感觉到他对你的爱这种质量越来越有分量，或者是这种感情越来越深厚了，不再是表面的那种我们讲表面的那种有点
花俏啊，有点惊喜啊，而是更多的用心了，更多的深情了，对不对？那么第3张牌，这里是一个风元素这是一个宝剑4这是一个休息的能量。所以呢，这张牌让我读到的是，他在跟你连接的时候，对方是一个在精神状态，我觉得是非常平静的。你看风元素4星星牌，我觉得他的这种平静这种内心的平静，愿意去疗愈好了的能量非常的多。那么这个疗愈可能来自于他过去的吃亏背叛遭遇那星星牌给我的感觉是疗愈好了。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上，在这个地球上生活可能都多多少少的会受到伤害，来自于语言的、别人的、对方的伤害。那我们呢，就要有自我疗愈的能力。OK，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被他们伤害，我们有强大的内心，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自己哪怕壳再硬，哪怕再勇敢，伤害就是伤害。所以我们要锻炼，要学习的是自我疗愈、自我修复的能力那对方呢，在宝剑4这个能量里，我看到的是还有星星我看到是一个能够有能力修复自己的人有能力去完成疗愈的这样子的人。而且我觉得他疗愈好了已经是内心很平静的、很平顺的状态。所以你们2个人连结第2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他会很珍惜。有的时候珍惜也是来自于失去，不失去永远都不知道那个东西有多好，因为失去，所以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死死的抓住。这也是宇宙给我们的挑战，这也是我们在地球上要学习的一课。那第2副牌的朋友，我能够感觉到对方在之前可能是有过被伤害那么他在遇到你，他就知道他需要牢牢的抓住你，抓紧你，他需要去用他疗愈的心珍惜这一次机会。所以我看到了来自于他对你的珍惜、珍重和真爱。我们看这张牌这个是 Honor the place in one another where you are one internal soul。在这个我们所谓的人我们走到那个最深层次，其实我们就是一个灵魂，没有什么肉身，没有什么条件，没有什么长相、个子、身高，其实我们就是一个灵魂。在灵魂能量的本源里，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来自于宇宙，我们都来自于这个黑暗，我们都来自于黑暗中的光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束光。所以呢，这张牌宇宙是说，你们2个人能够找到彼此灵魂深处最真实、最耀眼的那个方面，你们会相互珍惜、相互欣赏、相互理解。而且呢，我感觉到就是2个人在一起是在平静、祥和、稳定中创造出美丽的火花这段感情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好2个人在一起以后真的是更好了更好了，彼此都更好了，关系也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宝剑4，这是一个有头脑的人，这是一个头脑理智的人，这是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人这个人他平静疗愈好了就感觉到已经准备好了那你跟他相遇，他就会牢牢的抓紧你，就会珍惜彼此的这段缘分了。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副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我觉得他要么呢就是跟创造要么跟那个手我总觉得他是用手在创造些什么东西可能是比方说讲个简单的吧，比方说他是做什么剪头发做美容，这也是创造吧音乐，我们平常可能讲这个艺术比较的高大上，但是很多我觉得是你像理发师他也是创造美容师他也是创造比方说这个纹身师这也是创造OK这个健身教练呢，他也是创造对不对？他在帮别人创造这个好的身形，他自己也在通过努力创造好的身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所以说第2副牌的朋友，不要把这个艺术就是提升的那么高，那也有可能他很高，对不对？我们这里毕竟是一个大众占卜，所以大家去感应一下，我觉得这个人肯定是不是做重复工作的，在他的工作当中会有变化，会有创造
啊，我听到是这种感觉。情商很高的一个人啊，第二副牌的朋友，这个人情商很高。好，最后呢，看一下宇宙给你的指引来自宇宙给你的特别指引，谁的心将为你留下？宝剑五的逆位。宇宙说两个人2点，第一点，不要冷战，拒绝冷战，冷战最伤人第二点，感情里没有输赢，没有谁对谁错，没有绝对的谁对谁错。这张牌呢，在呼唤着两个人的理解，相互的包容。当矛盾冲突来到面前，你们要能够去找到共同点，找到共同的目标，用创造的能力去想到一个两全的解决方案。不要想着我赢了他输了，我输了他赢了，而是怎么样让两个人都开心，怎么样让两个人都是对的，怎么样让两个人都能赢双赢。这张牌宝剑五的逆位，如果只是想着一个人，那么这个关系就没有达到他那种最好的效果，这也不是宇宙的目的。宇宙说的是两个人要连结在一起，要创造不一样的可能性这个是宝剑五。所以冷战是绝对不可以的冷战真的是特别不好第二副牌的朋友，这个不能冷战，你们两个人不可以冷战，可以去创造，可以去激发，不能冷战好，第二个来自宇宙的特别指引和建议魔法师的逆位。这张牌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谁的心将为你留下？这张牌的魔法师给我的感觉是两个我听到两个。第一个，我们先说第一个，这张牌再让我看到的是顺其自然，有些事情不用去太过强求，有些事情不用去推进，顺其自然的慢慢的发生就好，不要去太过于看重于结果，过程也很重要这个是魔法师的第一个能量，逆位的。第二个能量我刚才听到就是说魔法师嘛，其实也是一个口才的一个人，很有口才的一个人，非常会说，非常的会包装，非常的会销售但是这段关系需要的是真诚，这段关系需要的是像星星一样，就是展露真实的东西。魔法师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就是装，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就是因为那个结果，所以会有一点操控的感觉。所以呢，我看到魔法师逆位跟星星嘛，我会觉得这段关系宇宙的指引是不要把那种戴着面具的修饰的东西拿出来，要拿出绝对的坦诚，哪怕有的时候坦诚可能会有一点缺点的感觉，可是你要知道，第二副牌的朋友，你的缺点，你认为的缺点，也许对方认为是优点，对吧？优点跟缺点也是相对的，有些优点在别人看来可能是大大的缺陷，有些缺点在有些人眼里却是那个完美的存在。所以呢，第二副牌的朋友，这张牌我觉得也是在召唤你勇敢的做自己把最真实的最坦诚的那一面拿出来，真心的和这一个有缘人连结和相聚。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所连结，究竟是谁的心将为你留下？那我们讲到这里呢，还是要给大家一个最后星座参考，就是这个人有双子跟处女的能量这边最强的是那个水瓶，然后最后呢也有双子跟处女的能量，给大家参考一下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一颗大黄蜂碧玉，放一边。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的是谁的心将为你留下我们今天是一个情感的疗愈占卜，然后呢，我们是要来特别的为单身的朋友连接一下，究竟是哪一位他会在人群当中为你留下他的脚步，会把心留给你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指引牌。第三组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抽到的呢是这个魔法的地图转型师
OK， 这个是地图转型师。那么这个地图转型师，它预示着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多一点的留心。留心什么呢？留心周围的人。因为呢，在这张牌里面，它蕴藏的能量是在你身边周围跟左右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或者是你即将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将充当你生命改变的一个中介。OK， 它是一个传导，它是一个媒体，也就是说你生命的改变会因为这个人的出现而发生变化。那么这个人呢，他其实是带有来自宇宙给他下达的一个使命，走入你的生活，来到你的身边，去帮助你，和你一起去做改变，来有助于你的个人成长，来让你的生活发生变化，进一步的去感受到你的生命、你的精神、你的灵魂需要去体会不一样的人生。OK， 那么这个人呢，既有可能会帮助你比方说渡过难关，也有可能呢帮助你指引你前方的安全的方位，又或者这个人会进到你的生命来告诉你成功的这个比方说命运或者是成功的道路究竟该怎么走，或者是在哪里。OK， 所以呢，这个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看到的是你的这个谁就是这个人的心为你留下嘛。我们可以感觉到，第一个就是说他是带着使命来到你的生命，第二个呢，这个人他把心留给你其实有一点命中注定了，对不对？因为他需要去帮你，因为他是你生活中的这个中介，他必须得为你做什么事情来帮助你达成什么心愿，所以说他的心一定会在你的身上。那进一步的去讲的话，第三组牌的朋友，这一个人他的心为你留下，其实也是有机缘的。也许你上一世帮过他，也许你曾经有助于他，或者是你有恩于他，对不对？那么这一世呢，他会来报答你，他会来帮助你，你们两个人也非常有可能是一起成长，一起去成就彼此。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给大家去讲，就是那个现在不是有那种什么艺人嘛，对不对？然后他不是有那个经纪人嘛，对吧？那经纪人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中介，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那你就是那个艺人，那么他来到你的身边，就是他去帮助你完成比方说更大的舞台帮助你去实现更高的理想帮助你走出困局他是经纪人，但是他其实的工作就是这个，对吧？那你成功了，他也就成功了，你们两个人其实是有点像是命运共同体，对不对？那这个人的心为你留下，他也有可能是看到了第一个你需要帮忙，第二个你有潜力，第三个你们两个人是有缘人非常这个很巧的一个感觉，对不对？所以是带有魔法的地图这个变形者那地图就是人生地图 OK， 这个方向，你的正北方向，你的这个天顶的方向，你命运的方向这个人会帮你指引出来。好，第一张牌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第二个呢，我们今天看谁的心将为你留下我抽到了灵魂伴侣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为你们抽到灵魂伴侣。非常明显呢，他说你的灵魂伴侣已经在你的精神世界你要相信他，那么你的灵魂伴侣这一段灵魂伴侣的连接将会被你显化出来这一张牌。所以说抽到这里大家都可以感觉到你的这个为你留下他真心的这一位他刚才我们讲他是一个中间人，他是一个中介，他是一个经纪人带个引号的他同时也是你的灵魂伴侣，你们两个人是彼此的有缘人，对吧？你们两个人的缘分非常非常的深，所以他的心为你留下，他是这种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定的那种命运就是他遇到你之后，他就一定会想帮助你或者是指引你。那你呢，遇到他以后，可能你也会有很强烈的感觉，你会觉得这个人很熟悉，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人他能够助你，又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你需要的东西。你们两个人可能会就是了解认识了之后呢，就会立刻马上建立起一个短时间都能够很深的一个友谊或者是情谊。
你们会在生活当中很多的部分，我觉得是紧密的捆绑。再用我刚才那个例子，比方说艺人和经纪人，他们其实在工作生活上面应该是有很多很多交叉的地方，对吧？那么这些交叉的地方不仅仅让他们两个人可以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彼此，也会有很多的机会去联络感情。所以我感觉到第三组牌的朋友，你跟这个人的这种关系，他的这种相遇是瞬间的，但是你们的相识不需要太多的磨合，不需要太多的那种时间去打磨，而是立刻马上就能够有那种深度的感应。因为是灵魂伴侣，所以是有一种同频的感觉，心心相印的感觉，一个眼神一个小动作都能够让你们两个人互相彼此了解到对方的心意，或者是那个人的想法。 OK， 他需要什么，他在想什么。 OK， 所以我觉得这边有一种很强烈的命运这种 destiny。 OK，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连接了，究竟是谁的心将为你留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的具体特质。好，感恩宇宙。第一张牌是权杖侍者。 OK， 第二张牌是命运之轮的逆位。第三张牌是圣杯五。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你们的这一位就是会为你留下他真心的这一位究竟是谁呢？那么宇宙当前给出了3张指引牌，指向的这一个人我看到了这个人，他其实 OK， 我看到他的命运里面有一点苦我看到这个人命运当中有点苦。这个人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敢冒险，喜欢冒险，然后呢非常想成就一番事业，或者是想成就一番自己的那种梦想一个很有冲劲的青年这个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的。这个人呢，他的命运当中挑战诸多这个人命运多舛就是我们在讲这个人呢，时常我看到的是，就是别人可能会让他伤心难过。因为什么呢？我看到这个人就是很敢冲，很敢闯，然后他特别的容易信任别人可能就是那种肝胆相照，兄弟情谊或者是姐妹情谊，他就会打开自己的心扉，打开自己的心房，把他的那种温暖把他的那种能量都释放给别人，然后呢就想跟别人一起去完成什么事情，或者是成就一番理想可是呢，在他的命运当中，我看到第一个就是有挑战，第二个呢就是他的队友就是总有那1个2个不是特别的给力。我们先讲一下挑战吧，因为我们这边有命运之轮的逆位嘛。这个人呢，他需要跌入谷底反弹，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在命运当中是属于很有那种魔力，很有魔力，对。然后呢，宇宙会给他比较多的挑战，他经常可能会碰到那种石头，但是这个人呢有一个精神，就是不怕输，不怕失败。他每一次的失败，每一次的碰到石头或者是触底反弹，他都可以让自己重新再来过，因为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有一股坚韧不拔、不认输的这样子一股火种的力量再让他不断的向前向前再向前。所以呢，这个人其实如果你遇到他的时候，如果是他比较年轻的话，那么你可能觉得这个人的命运里面就是大起大落有的时候非常成功，可能会突然因为一个案子或者是一个生意或者是一次冒险，可能就会让他回到原点，但是他又会继续往前。那如果你要是在他中年或者是晚一点遇到他的话呢，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他可以去讲他的经历，他的这个精彩的人生给你听，你会觉得非常的有趣。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就来讲一下啊，刚才我说过，他有那种不靠谱的朋友啊。这个不靠谱的朋友怎么讲？就是说我感觉到他有可能是一个蛮喜欢自己创业，或者是想自己去成就一番他的那个理想这样子的一个很有干劲的人很有干劲的人。但是呢，他可能会在自己的这种情感包括感情生活，包括兄弟姐妹的情谊这样子的能量里就是我感觉到就是他可能会有那种失望的能量，因为有圣杯五嘛，也就是说他的内心世界在遇到你之前可能经历过创伤。OK， 圣杯五的正位，他曾经经历过创伤，那么这些创伤带给他了情感上的伤口伤疤。OK， 这个人呢，他在遇到你的时候呢，他的内心是有伤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内心对于灵魂伴侣的渴望，他的内心世界一直在渴望着遇见真正的那一个对的人，他命中注定有缘的灵魂伴侣来跟他连结，来跟他相互的信任，来让他真正的感受到圣杯二的喜悦。可是在遇到你之前，他一定会有经历过这种情伤 OK， 背叛，或者是让他非常痛苦的一些事情感情里的这种磨难所以说他在遇到你的时候呢，我是感觉到这个人他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我们在讲是谁的心将为你留下，他把心留给你，是因为他知道他相信你就是他在寻找的那一位，你就是他在显化的那一位，你就是他在精神世界里面。你看，我觉得他曾经见过你两个人的缘分太深了，他曾经见过你，或者是说他曾经知道，或者在精神里面，就是说他一直相信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他会遇见，他会连结 OK， 他不相信所谓的这个过去的这个伤害他的人一定不是那个对的。所以说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也要同样的去相信，在你的精神世界里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在等待着你的出现。如果你之前遇到过情伤，或者是你之前有过不好的经历，那么你们不要放弃，因为我看到你们两个人是彼此的命运转换师，你们两个人是彼此命运改变的一个媒介，就是你能够让他改命，他能让你改命，你们两个人遇见之后，两个人就是那个人生的那个道路就会转弯，命运就会发生变化，运气就会发生改变，生活的方向都有可能变化你们整个的这个运势这个仕途都会不同。所以遇见你们的灵魂伴侣对于你们来讲挺重要的。讲到这里呢，我还是有一个能量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刚才听到的是先成家再立业，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是如果你们可以先把自己的灵魂伴侣这一块稳固好，或者是能够去打理好自己的后方情感生活，对于你们未来的工作事业会很有帮助。先成家再立业第三组牌的朋友。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三个指引牌我们这里是一个什么那个马赛克OK， 这张牌讲的是让机会，就是让一种让机会，就是说有些东西它可能就是机会你要给他机会，然后去创造他的这种有创造性的一个角色在你的生命当中。那我们翻译成中文就是那种有的时候呢，那个机会可能会很特别，就像我们讲遇到一个特别的人，遇到一件特别的事有的时候是投机，有的时候呢是一次惊喜，有的时候呢是一次邂逅，有的时候呢是一次偶遇。那么这样子不曾精心安排，不曾期待的东西，我们要让它顺其自然的发生。同时呢，这张牌也是在告诉第三组牌的朋友，是否你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对应自己的感情生活的部分，太过于严格了呢？
面对自己感情的部分，其实我们需要去让它更加的灵动、生动、有创造性。也就是说，并不是循规蹈矩的某一种方式，并不是严格的遵守某一种法则，而是我们要打开自己的心，允许宇宙给我们安排的这一个灵魂伴侣进来，无论是以什么方式，无论是以什么样子的人物的这个形象进来，我们能够让他允许一定要允许他进来。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太过于固定，太过于的去不改变，或者是说太过于的去限制我们自己的天分跟潜能。在这里呢，我有一个例子给大家，就比方讲，对于你的灵魂伴侣，对于你的感情对象，会不会有的时候你太过于多的挑选外在的条件？会不会有的时候你太于固定和保守的觉得某一种类型的人特别好，而另外其他的你都觉得不行？那么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要知道我们的世界人有千千万，性格也有很多很多种。你认为跟你相符合的那个性格的人，未必能够跟你走得长远。那个让你觉得有挑战、有危险、不安全的人，未必他不能带给你惊喜。这就是世界的我们在讲宇宙真奇妙。所以说第三副牌的朋友，这张牌其实它有一点像是在刺激你，希望你能够打破一些成规，希望你能够勇敢的承认，比方讲我不知道，或者是我不确定，或者是我不明白，就是让自己有的时候不要去那么自信的说我都知道我就知道你不行，或者是你判定那个人绝对不可能，不要太过于的绝对。在面对你的感情生活的时候，特别是选择这个爱人恋人伴侣这种，你是否能够让自己有的时候先不要把固定的那种觉得放在最前面，能不能够多给一个机会，哪怕是一个机会，给自己给对方多相处看看，多走走看看，也许你能够看到惊喜，也许对方能够给你惊喜。也许这个人呢，刚开始的时候你认为他比方说不靠谱不符合你要求但是呢，如果这个人有一个优点，或者是你觉得说走走试试看，因为这个人他可能很热情或者是他很想跟你在一起你都给一个机会，让自己能不能够去试着跟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灵魂去相处，去交朋友。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对不对？当你能够有更多的包容心、接纳的能力的时候，你的世界、你的格局、你的眼界都会打开。这也是我们这张牌的一个能量，希望你能够去打破你原来的一个面具，原来的一个规矩。紫色的彩带代表着智慧，OK， 代表着智慧代表着个人的一个成长，让这些智慧慢慢的融入这个打碎的习惯，这个紧握的双手慢慢的打开。它形容的是我们要松手，我们要能够去不拽着，要能够学会放下，要能够学会自然的、顺其自然的去随着这个精神世界、宇宙的给予去流动。那么你会发现更多的美好、平静以及生活带给你的惊喜，你就可以接收得到了。我觉得这边第三组牌的朋友，你需要去勇敢的打开双手，迎接你的灵魂伴侣。这个灵魂伴侣可能当前被你的条条框框给挡住了，进不来。那你的灵魂伴侣是一定会为你留下他的脚步，留下他的真心。所以这边第三副牌的朋友，我们要勇敢一点，要能够去变化，要能够承认自己并不知道所有的答案哦。好。那我们现在呢，就继续来看有关于你的灵魂伴侣宇宙这边给出的一个能量的指引。第一张牌是圣杯骑士的逆位。好。第二张牌金币2的逆位。第三张牌是恋人牌。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圣杯骑士的逆位我觉得这个灵魂伴侣给我的感觉能量对应还是说这个人第一个呢就是年轻的灵魂，要么呢就是跟你同龄的人。
当前呢，宇宙并没有给我能量是说这个人好像比你年长，或者是他比你成熟很多，相对应呢，这个人要么比你年轻一点啊，要么就是跟你同龄的一个人。所以在年龄方面大家可能是差不多的啊。我们这边是灵魂伴侣，其实频率是相对于比较的稳，就是差不多啊，差不多。所以说你们两个人有可能是很年轻的时候就遇见彼此，也有可能是在你们当下这个年龄，比方说都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遇到彼此。在你们遇到彼此的时候，两个人的年龄差不多啊，年龄相仿，同龄人。这个人呢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人，但是呢，他对于浪漫是比较保守的，他不是谁都可以的啊，他不是谁都可以的。我觉得这个人他的浪漫是藏在骨子里的，是藏在他的保守，是藏在他的这种实际对这个生活的比较踏实的态度里面的。但是呢，你跟他相处时间越久，越能够感应到他的浪漫的这种情怀。可是他的浪漫就是不是很肤浅的浪漫，不是那种很有就是很花骚的那种，而是他的浪漫藏在细节当中。OK，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金币2的逆位。这张牌我听到的是这个人他有可能会有2个工作，或者是他有主业有副业，或者是这个人他有2个身份。那么这个人呢，他在跟你连接的时候，以及在之后跟你2个人往哪个方向走呢？就是2个人有可能会在你们的生命的焦点处，就是人生的那个拐点处相遇。也许你在选择的期间，对方也在做人生重大的抉择，你们会在人生的那个交叉路口相遇。在这个交叉路口相遇之后呢，你们2个人的人生方向都有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一个来自于你们本来就在十字路口，本来就在那个选择的地方。第二个呢，是因为遇见彼此，2个人的生命规划里面都出现了另外一个人，都出现了多一个的元素，于是2个人的生命都开始发生今天的变化都开始发生今天的变化。那无论是怎样，我都可以看到你们2个人在遇见彼此之后呢，都会走上人生的正轨。恋人牌走上人生的正轨而且在你们连接之后，你们会得到宇宙的一份巨大的祝福。这份感情会让你们充分的感应到恋人的存在，或者是说有恋人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非常的快活。我们这里有一个恋人牌，就是在这个大天使的安排之下呢，2个人相遇了，再也不是一个人了，甚至包括你们在做决定的时候都是有商有量。还有一部分的朋友会因为这个灵魂伴侣的出现，2个人会联手，比方说一起去创业，一起去开公司以前是一个人做，接下来呢是2个人捆绑在一起，就像我们在讲老板老板娘是吧，艺人和这个经纪人，对吧？这边我听到很强的一种捆绑，就2个人说刚开始是自己一个人，无论是做中介也好，还是做这个独立的这个自由职业者但是你们的灵魂伴侣跟你们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们2个人连接不仅仅是感情的连接，也会让你们的工作事业人生发生一个1+1大于2的一个变大变好的一个感觉。就2个人因为相遇了，你能够带给未来前途一个优势，对方也能够为你的这个前途添砖加瓦，你也是对方的添砖加瓦，所以2个人加在一起就会特别特别的好。OK， 你是他生命里的贵人，他也是你生命里的贵人，你们2个人心心相依，心心相惜相互的照顾，也会彼此的去成就彼此。这边我看到第3组牌的朋友双子座的能量非常的强，2元性的能量非常的强，就是2号元素2号元素非常的强，2个人是彼此的另外一半，然后呢一起去比方说发光，一起去燃烧彼此的热情，一起去走接下来的道路，一起去面对接下来的挑战。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么这个人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呢，他从事的工作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有那种开拓性的，或者是说他会比较愿意接收新的信息，包括新的科技新的比方说 AI， 我们像 AI 智能对不对？他会比较走在前沿的领域第3组牌的朋友，这个人是走在前沿的领域，非常的大胆，非常的敢去创新。
那如果你做的工作是传统的话，对方可能会带给你新资讯、新的资源 OK， 你的世界会因为它变得更大，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变得更加的这个资源很丰富啊，所以说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应该是蛮合拍的啊。那如果第三组牌的朋友你自己本身也对这个什么新兴的东西啊、前沿呢、时尚很了解、很感兴趣的话，那么你跟他在一起可能会有说不完的话，两个人有讲不完的话，有说不完的这个怎么讲，做不完的梦啊，一起去规划你们的未来。所以这个是大天使安排之中的命运相遇啊，这个是灵魂伴侣第三组牌的朋友，非常的好。好，我们最后呢来看当下宇宙给你的重点指引是什么？关于这个人啊，这个指引是什么信息呢？圣杯一，新恋情 OK， 第一张牌啊，新恋情，打开你的心，接收这份爱。刚才我讲过，这张牌马赛克必须要打破程规，不能够让自己太过于严格的管束自己，不能够被程规所束缚，一定要破局啊，一定要破局。比方说你认为的某个条件你怎么看别人，怎么看自己，怎么看某个地点，怎么看某个事物，你一定要让自己的一些固定思维去打破，去创新，去接收更多更新的东西。你能够在这种道路当中去遇见这份新的恋情，能够打开你的眼睛，打开你的心眼，打开你的心，去接纳融入这一个新恋情进来，也是你的灵魂伴侣。也是你的灵魂伴侣啊。所以说我们这边可以感觉到新恋情、新的朋友、新的对象将走入你的生活，你们的相遇是命中的注定。圣杯一啊，是圣杯一。好，来自宇宙重要的指引，谁的心会为你留下呢？金币9，这张牌呢，我感觉到宇宙是说 OK， 你需要更加的独立这个第三组牌的朋友，宇宙说你要更加的独立，你要更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的学业。我们这边呢，因为看到的是灵魂伴侣会来帮助你但是你需要自己先走到十字路口我听到这个信息是你得自强自立，你要自己先把自己的频率提升，你要首先让自己把生活当中自己该走的那个路走到极致，走到最全最满的状态，走到连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很优秀，那么你就会看到人生的十字路口的地方，这个命运安排好的人即将出现。就好比讲，如果你自己没有让自己完成到你要走的那个路没有走完，或者是你没有去做努力把自己给变得最好，那么有可能你就没有到达十字路口，没有到达十字路口，你就不可能拐弯遇到这个人。所以金币9呢，其实它是在讲第三组牌的朋友，你需要去精神独立、感情独立这个物质独立、情感独立，一定要让自己变好、变强大。那么你不用去担心会不会遇到这个人，你只要让自己尽全力的变得最好，那么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冥冥之中想象不到的地方，宇宙就会带给你人生的下一个章节，宇宙就会把这个你的灵魂伴侣带到你的生活，给你加持，让你的能量发生剧烈的变化，你的生命将会变得更加的精彩。 OK， 所以说这里就是第三副牌的朋友，今天呢为你们连结，究竟是谁的心将为你留下。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一定要让自己变好只有你变得足够好、足够强大、足够的厉害、足够的优秀，各个方面，那么宇宙就会在这个地方带给你所期待的那个结果。所以不要去担心我变好了会不会这个可以去找的人越来越少，或者是我变好了我做自己的事情会不会错过那个人，不会，你把自己做得最好，你就会发现惊喜就在前方，就在不远的地方所以这里呢就提前祝福第三副牌的朋友啦，祝你们好运。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